大家好，欢迎来到地狱分享，我是 Elden。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去安装这个 NetPOSIT 这个服务端以及它常用的一些客户端一个基本使用。首先我们先打开它的官网，找到下面这个 Server Setup 的话就是它服务端的一个安装步骤，它大体的话就分为3步。第一步的话就是build 一下这个 Kali 服务器，第2步的话就是配置这个 Kali 服务器，第3步就是运行。我们先看一下它是怎么去构建这个 Kali 服务器的。首先第一步的话就通过这个 Go 去安装一下这个 Xkali。Xkali 的话就是Kali 官方提供的一个用来构建 Kali 的一个工具。第2条命令的话就是通过 Xkali 去构建这个 Kali 服务器。这里有一个-vip 的参数，这里的意思是在构建这个 Kali 服务器的时候，把这个-vip 后面的这个插件给打包进去。这里其实它就是把这个 NetPOSIT 这个插件给打包进去了。我们看到它构建的时候是需要用到 Go 的，因为Kali 服务器它是用 Go 语言去开发的，所以说我们先得去准备 VPS 的一个Go 的一个开发环境。我先连接一下我的这个 VPS 服务器，然后打开 Go 的这个官网，点击 Download， 找到我们对应VPS 服务器需要的这个版本。因为我这边的服务器是x86架构的，所以我这边就直接下载这个AMD 64这个套包。你们自己的话就是看自己服务器是什么架构，下载对应的这个套包就可以了。通过 wget 去下载。下载完成之后，通过解压命令解压。指定-c 参数，指定它的这个解压的路径。我这边就把它解压到USR 下面的 local。解压完成，进入到USR local 里面去检查一下，已经解压成功了。第2步的话就是要配置这个 Go 的这个环境变量，编辑 Home 目录下面的 bash rc。在最下面添加这个 Go 的这个环境变量这个配置，导入 GoPath。GoPath 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解压的这个Go 的这个路径，就是它的这个根目录 ESR local Go。然后再指定一下这个 Go 的这个工作。这里写错了，这里应该是指定它的这个 Go 的这个解压目录，第2步才指定这个 patch 目录，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Go 的这个工作目录。我这边的话就放到这个data 下面的这个 Go 目录。如果这个GoPath 的话不指定的话，默认是放到这个Home 目录下面的一个 Go 目录，然后重新把这2个参数导入到环境变量里面去。指定它的这个可执行文件的路径。检查一下没问题的话就保存退出，刷新一下这个环境变量这个环境配置，然后执行一下 Go Version。如果这里返回Go Version 这个版本号的话，就代表我们的 Go 已经安装配置好了。然后我们回到NetPOSIT 这个官网，
执行它的一个构建。第一条命令的话就是先构建这个xcad， 构建成功的话，我们打开 Go 的这个工作路径去看一下。我们看到这里 xcad 已经安装好了。第二步的话就是安装这个构建这个CAD 服务器。这里的话我直接拷贝这里后面这一部分，因为我已经配置了这个 xcad 这个环境变量，所以的话我前面这一部分是不需要的，大家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指定就可以了。构建的快慢可能跟服务器的性能有关，一般情况下几分钟就可以了。这里的话会显示这个 build completed， 然后就代表这个构建已经完成了。查看一下，这里就多了一个 CAD 这个可执行文件，我们把它移动到用户的一个可执行文件的一个目录 USR bin， 然后移动完的话就是执行一下CAD version。这里的话就显示我们的这个 CAD 这个版本号，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 CAD 配置成一个系统服务。这里其实它官方有一个地址，就是下面这一部分，我们把它点开就可以拷贝它的那个系统服务这个模板，把它拷贝一下，放到这个system md 下面的 system CAD 点 service， 然后粘贴进来。这里的话我们需要改一下这个用户名这个用户还有这个用户组。如果我们不修改这两个地方的话，就是要按照它上面这里去添加这个用户还有这个组。所以说我们这里的话就直接把它指定为这个root 用户就可以了，就不用去增加这个用户了。然后看一下它这个执行这个命令，它是指定了一个Cadify 去启动的，所以说我们等下要添加这个 Cadify， 保存退出，然后刷新一下daemon，设置开机启动，然后我们创建这个配置文件的这个文件夹，放到这个 etc CAD 目录。这个文件夹要跟那个系统服务这个路径要匹配，不然的话可能会执行不了。进入这个配置文件路径，新建一个Cadify 文件，然后我们回到官网，这里它提供了一个 Cadify 一个模板，我们把它拷贝下来，编辑这个 Cadify 文件，把它粘贴进去。这里我们需要修改了几个点。第一个点的话就是这个域名，这里要填写自己的一个域名，而且这个域名要先解析到我这台服务器上面，这边我其实已经解析好了。我这边已经解析到我这台服务器上面了，所以说我这边就不用解析了。大家如果是没有解析的话，记得要先解析这个域名，然后指定好域名的下面有个 TLS， 后面跟了一个邮箱，这个邮箱的话就是要用来去申请这个TLS 重视用的，我们可以修改一下，也可以不改，我这边随便写一下吧。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一个 for process。For process 里面有个认证授权的，这里我们就是填我们需要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我这边指定2的密码。然后上面的话有个间括号，这个间括号其实就是 CAD 这个全局配置，这里有它配置了一个 order 这个属性 ，order 意思的话就是这个 for process 是在file server 之前执行的，这里我们就不用去改它。这里的话file server 的话就是指定一个静态文件的一个服务器了，这边的话我可以把它改一下，
如果你们喜欢用静态文件服务器，也可以用这个配置，新建这个root 下面的这个路径，把静态文件放进去就可以了。我这边的话就是用这个反向代理嘛，把它删掉。指定反向代理。这里的话，反向代理到一个常用的网站，我这边的话就放到这个 Cloud 里面吧。间括下面添加一个 header， host， 指定一下后的这个属性。这里的话就是获取上游传递过来这个主机还有端口号，然后编辑完成之后的话就保存退出。我们可以用 Caddy 的提供的一个子命令去验证一下我们这个 Caddy file 有没有编写正确。Caddy， 然后 validate， 然后指定这个 Caddy file，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下面会提示已经验证成功，就是这个配置是生效了。然后的话上面其实有一个警告，这个警告的话意思就是虽然我们这个文件是没问题的，配置文件是没问题的，但是它是没有格式化的，就是格式是有点乱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先把它格式化一下。Caddy 提供了一个fmt 这个命令去格式化这个配置文件的，然后它里面有个参数 override， 指定 override 的话就是格式化的过程中我们要覆盖原文件，所以说我们指定一下，然后指定这个配置文件，然后执行一下，查看一下我们这个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就是已经格式化之后的配置文件了，然后我们再去验证一下，这个警告就没有了。到目前为止，这个Caddy 这个配置已经配置完成了，然后我们启动一下，启动完成，查看一下这个 Caddy 这个状态。如果是显示这个 active 的话 ，running 的话，就是代表这个 Caddy 已经启动完成了。然后现在的话，还有一点我漏了。因为 Caddy 的话，默认它这个配置文件它是使用443端口的，是监听443端口的，但是443端口的话是要去提升这个权限，就是这个绑定端口的一个权限，如果不指定的话是没办法绑定这个1024以下的这个端口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使用443的话，要执行它这里提供这条命令。这里的话指定这个 Caddy 这个可执行文件这个路径，执行一下就可以绑定443端口了。当然如果我们不是绑定443，绑定1024以上的端口的话，这条命令可以不执行。然后重启一下吧。再检查一下它的状态，没问题。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这个 Caddy 这个服务端的安装已经完成了。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打开浏览器去看一下这个服务有没有返回正常响应。这里没有响应的话，就可能要查看一下防火墙是不是已经授权了。我们使用 firewall_cmd 命令去检查一下端口。我们看到这里没有开放这个443端口，还有这个80端口，所以说这里我们需要去指定一下这个端口。指定端口有两种方式，一种的话就是 add port 443，然后 TCP， 然后再 add port 443 UDP 这样子。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add service HTTP， 然后
在 add service https， 然后再指定这个permanent， 这个 permanent 意思就是持久化的一个意思，就是这个配置要写到这个配置文件下面的。写完之后重启一下，重新加载一下。加载成功的话，我们再刷新一下页面。这里的话就是能看到已经正常响应了。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整个这个 Caddy NetPosit 这个服务端已经完全配置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去测试一下它的这个客户端的使用。首先我们要测试的话，就是它NetPosit 官方提供的一个插件去测试，就是它下面这个开 Setup 这一步。首先我们点开它这个履历里面，找到我们要下载这个版本。这里网络有点问题啊，我点不开。其实我之前已经下载过了，我直接用我之前下载过这个包啊。因为我是苹果系统的，所以我只能用苹果系统给大家先演示一下。我先用它官方提供的这个工具去演示，就是它这个插件。解压，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刚才这个履历下面去找到去下载对应的版本。这里已经可以点开了，就是找到，因为我是 Mac 系统的，所以我这边要下载这个 Mac 对应的版本。如果你是 Windows 的话，你就自己去下载 Windows 这个版本就可以了。执行配置其实差不多。好，这边我就不重复下载了。然后点开解压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个可执行文件，就是这个然后下面有个 config.json， 我们要编写这个 config.json 这个配置文件。打开，它这里其实只有几行。listen 的话，就是这里应该是不用改的，就是监听什么端口，用监听一个 socket 连接，指定什么端口。下面这一部分的话就是代理的这个路径了。这里要改一下它的这个用户名还有密码，我刚才指定的是 admin， 这里就改一下 admin， 然后指定一下这个域名 NetPosit。 如果你们是指定了其他端口的话，这里还要指定其他端口，因为我是默认是443，所以这边的话我就不用指定了。然后保存一下这个配置文件，然后用命令行打开，然后我们执行一下这个这个可执行文件。这里的话，我们就是代表已经启动完这个服务了，然后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浏览器这个代理。因为是 socket 连接，我们就勾选一下这个 source， 然后指定它的这个本地地址，然后我们监听的端口，然后保存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测试一下。哎，这里已经有响应了，有响应就代表其实已经连接上了。它这里没有，刚才遇到一个问题啊，我们在配置这个服务端的时候，我
们刚才把这个静态服务改成一个反向代理的这个形式，但是我们刚才这里是没有改过来的，所以刚才就是没办法访问。大家要记得这里，如果我们是改了这个反向代理的话，我们在 order 这里要把这个后面这个file server 给改成这个 reverse POSIX， 不然的话我们是没办法正常访问的。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配置直接删掉也可以。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客户端已经可以正常访问了。看我们如果是把它关掉，就没办法正常访问。我先把这个配置改回来。到目前为止的话，它官方提供这个软件去使用的话，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这是最原始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很方便。所以说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一些工具。把它删了。目前的话可以用的主要是有2种工具，一种是这个 Necokrace，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QVTorrent， 就是在苹果系统下面可以使用的。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Necokrace 吧。安装 Necokrace 的话需要安装2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 Necokrace 的这个软件，先把它安装好。然后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图形界面。我们首先我们要配置一下这个首选项，基本设置，把这个给HTTP 监听端口给启用了，然后点开这个核心。然后这里我们要指定这个NIPROXY 这个核心，这里的话我们要先把这个给解压，获取当前这个路径，拷贝进来，然后指定这个可执行文件。然后确定，然后我们点开这个服务器，手动输入配置，这里可以指定这个NIPROXY 这个类型，填下填个名称，指定这个域名，以及端口、用户名、密码。协议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去选择。QUIC 的话就是使用 HTTP3 的，我这边的话就使用 HTTPS 就可以了。然后填完的话就可以保存。然后这里的话就多了一个选项，我们点开这个系统代理这个开关，启动一下。启动完成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测试一下了。看一下有没有填错，这里选错了。刚才没有授权，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Necro Ray 的话，它的使用安装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 QVTool Ray 要装的东西比较多。然后现在的话，我在Windows 环境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使用这个 QVTool Ray。首先我们要下载这个 QVTool Ray 的这个安装包，打开 GitHub， 搜索 QVTool Ray， 因为 QVTool Ray 其实它现在已经停止维护了，所以说我其实也不太建议大家去使用。但是目前的话，NiProcess 的话其实可以用的客户端比较少。这里它其实已经是一个最后一个版本了，已经停止维护了。我们下载一下这个安装包。下载完成的话就安装一下。打开一下，它的这个界面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如果我们要使用 QVTool Ray 去连接这个 NiProcess 这个服务的话，我们还得去下载一个插件。也是在 QVTool Ray 它这里官方提供的。找到这个QVTool Ray 下面有个NiProcess 这个插件，点进去，点开 Release， 下载对应的一个版本。我这边的话就是 Windows 的64位，所以说我下载这个文件，保留一下。下载完成了后，就把这个DLL 文件拷贝到 QVTool Ray 下面的这个路径这个插件路径下。安装之后，我们点开这个插件，这里还没有刷新，我们要重启一下，重启一下这个 QVTool Ray。点开插件，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加载了一个NiProcess 这个插件。然后加载完这个插件，我们还得去下载这个NiProcess 这个Windows 这个客户端。我们点开 GitHub， 然后搜索NiProcess， 点开 Release。然后我们这里要下载 Windows 版本的，找到 Win64， 点开下载。下载完成后，我们解压到一个路径，我这边的话就跟这个QVTool Ray 放在一起吧，解压到 QVTool Ray 的一个根目录。解压完成后，我们回到这个QVTool Ray， 这里插件下面有个设定，这里的设定是要我们指定这个NiProcess 这个客户端，就是我们刚才解压这个客户端，点进去选择这个可执行文件，然后点击一下 Test Run， 这里如果返回这个版本号的话，就代表这个NiProcess 这个配置已经配置完了。然后我们点开这个首选项。因为 QVTool Ray 它默认是不自带这个
Vitoray 这个 code， 所以说我们这里还得去下载一下这个 Qvitoray， 而不是要下载一下这个Vitoray code。点开 GitHub 搜索一下 Vitofy， 直接进入吧。然后点开这个 Vitoray code 这个仓库，点开 Release。我这边就下载4点多的版本，因为我之前下载过5点多，好像是没办法使用的，可能就是跟这个 Qvitoray 已经没有维护有关。我这边的话就下载这个 4.45 这个版本，找到这个Windows 这个版本，点开下载。下载完成后，我们同样把它解压到这个跟 Qvitoray 放在同一个目录下，新建个文件夹，解压到里面。解压完成后，我们回到这个核心的这个配置，我们这里可以选择这个核心的这个可执行文件这个路径，选择一下。选择我们刚才解压的这个Vitoray 这个 code， 这里没看到，可能是放错路径了，我们再重新解压一下吧。刚才不知道解压到哪里去了。C 盘，没办法新增，我们直接拷过去吧，因为这里要授权，所以刚才可能就没有解压成功。解压到这个当前目录，现在已经解压成功了。我们再来配置一下，选择这个Vitoray 这个执行文件，确定一下。下面的话就选择它的这个路径就可以了。然后配置完这2个选项之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检查核心配置。如果这里显示通过，就代表已经完成了。这里也可以点一下这个联网对时，确定这个时间没有偏差。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 Vitoray 的一个基础一个配置就配置好了。所以说要使用 Qvitoray 去连接那 Process 的话，其实还是蛮要的，要装的东西比较多。然后我们点开分组，这里默认分组里面有个连接，订阅的话可以在这里订阅啊。新建的话在下面这里新建一个连接，选择 Nine Process， 然后填一下主机名，填一下端口，选一下协议，填一下用户名，我这里还是 admin 还有 admin， 然后就可以确定，点开，然后点击一下这个开关，然后打开浏览去测试一下。已经可以正常访问了。这里已经有流量这个图，日志也可以显示出来。到目前为止，这个Qvitoray 的一个安装使用就介绍到这里。先把这个退出一下，然后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在
在苹果手机怎么通过 ShadowRocket 去使用这个 Night Process。我们打开这个ShadowRocket， 点击右上角这个添加，选择类型，这里有2种类型，一种是HTTPS， 一种是 HTTP 2的。我们这里可以使用 HTTP 2，然后地址也是填一下。用明密码都是admin。填到这里的话，其他就可以不用填了，然后保存一下，保存成功，然后点击一下测试。这里有响应的话，就代表其实已经连接成功了。我们打开浏览器去测试一下。输一下，查看一下IP， 没有问题，已经可以正常访问了。那到现在为止的话，所有客户端的一个演示我已经演示完了。因为我这边是没有这个安卓设备的，所以说我这边就没办法给大家演示安卓是怎么去使用的。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安卓是怎么连的吧。首先安卓的话，它是通过一款叫SagerNet 的这个软件就可以连这个 Night Process 这个服务。但是安装 SagerNet 的话，需要安装2个东西，一个就是它这个软件，另外一个是它的插件。我这边的话就是带大家去找一下这个软件。直接在 GitHub 上面去输入它这个地址就可以了。首先我们要下载这个 SagerNet， 点进去它的这个最新版本，我们就可以找到这里有个它的版本号是这样子的。插件这些它是以插件命名的，然后如果是这个 SagerNet 的这个程序的话，它是以这种形式去命名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这个，先下载它的这个程序包。下载完这个程序包之后，我们还得下载一个插件，就是这个 Night Process 这个插件，它这边也提供了。然后点进去下载对应这个设备的这个版本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安装这个 SagerNet 的话，我们需要安装这个 SagerNet 的这个程序，还有需要安装一个 Night Process 这个插件。插件它在安卓设备安装完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图标的。安装完的话，我们需要对这个插件设置它的一个权限。一般的话要把它的这个开机启动，还有那个允许其他程序唤醒这个权限给启动了，不然的话这个插件是没办法使用的。然后这边的话今天整体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了。然后如果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希望大家点赞，然后订阅分享。好，谢谢大家。